一个人如果英语不好，最好不要跟外国人装英语好，否则可能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前几天不是全家出去旅游了吗？这次旅游，翟耀达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借他一部手机，我就把我旧手机借他了。翟耀达非常开心，一路上就拍照去用。那张大铁是怎么一个好面的人，你们也知道，受不了了。我也有。电话簿、工具箱。旅游的路上，老外就特别喜欢在车上拿手机放歌。翟耀达现在有手机，人家也加入了。扎铁看着也得放。我也可以看。高端的音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传播形式，那就是把手机摁关机再开机。你的手机是不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日子。你还别说，直接给布莱恩洗脑了。他爷布莱恩看着扎铁这老人手机就夸：哇哦，好有手电筒感的一个手机！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扎铁一听来劲儿了，这几天就可劲儿给布莱恩安利自己的老人手机，说的天花乱坠呀，还教布莱恩怎么打电话才是最带派的。最后海滩上一堆人在看一个小老头教一个外国真老头怎么带派打电话。哇，你干啥呢？去虾。哇，你干啥呢？买东西的时候，扎铁告诉他爷随便挑，我付钱。他倒不是撒谎，每次扎铁用老人手机请客的时候，都有家长在旁边真给他付钱嘛，也没有人忍心告诉过他付款的时候这个 B 是不管用的。你得第一声才能成功。扎铁跟他爷说：“你就不用管，你拿，我扫码就行。”扫完就走了。他爷爷很疑惑，问他 How do you pay for that？ 我不知道反正没人追我。布莱恩被彻底种草了，这不是爷爷奶奶第二天就要离开回加拿大了吗？扎铁还没忘了炫耀呢。你回加拿大，你可买不着这种手机了吧？他爷说：“那你就把你的cell phone give me 吧，把你的手机给爷爷怎么样？”张大铁本可以说他英语不好，然后找我翻译一下，人家不，直接标英文。他想说的是东北经典式反问：“我给你啥呀？我给你。”结果他翻译成英文说的是：“我给我用啥呀？我啥都给我用，我光给我一个，我傻呀？我给我用这个充电器，我都不给我，我都不给我。”结果呢，翟耀达虽然会汉语，但是对东北特有的正话反说式汉语还没有完全精通。翟耀达还热心肠的给布莱恩翻译了，他翻译的是：“我的弟弟说手机可以给你，把充电器也给你。”我们就去睡觉了，手机就留在了电视柜上。天真的我寻思，老两口要走了，挺圆满一个行程。我这次从海边回来很开心，以前不敢在海边疯玩，我这敏捷海风一吹，太阳一晒准泛红。遇到换季皮肤也会闹点小情绪，用镇炎速修精华放心多了。红利都在卖的院线品牌，4重蛋白合力修护，急救泛红，修护屏障，提亮肤色，让你一瓶感受3重焕变。老外的确是只听字面意思的直肠子。第二天老两口回加拿大了，我家几口人一一惜别之后，布莱恩做完了和中国的一切道别。扎铁那一瞬间还挺难过，觉得哎呀多好的爷爷就走了。忽然我向你飞越温柔的吹，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那是我的，那是我的。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最近加拿大迎来了一波酷暑，高温，气温竟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32度。就32度对于咱来说就还行，都能活，但对于他们来讲灭顶之灾。昨天我老公他们一家人，一个溺水，一个脑震荡。我本来还愁呢，我寻思我最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身边也没有啥段子，拍啥视频呢？结果我嫁的这家人就是素材往我脸上拍，不分享的白瞎。是这样的，就我的公公和婆婆最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亲人，整的他俩就非常想立遗嘱。你别看他家条件一般，就他家住这房子，这个房贷老两口子还到75岁。但是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经济纠纷和有没有钱没有关系。豪门恩怨多，股份豪宅和豪车，寒门不消停，二手裤衩高压锅嘛。那划分的那个细致啊，给我都整震惊了。你不知道的以为硅谷都他家的，洗衣机给我大姑子，烘干机给我小姑子，电视机和厨房用品给俺家。哎妈，我一看给俺家全中国产的，到时候真有点啥事儿，我俩还得飞到加拿大去领取留给我们的义乌产的擀面杖，义乌产的擀面杖。结果他俩去立遗嘱的那天，还没等出屋呢，出事儿了。我有2个小姑子，在这里我就区分他们为大姑子和小姑子。那天呢，是我的小姑子第一天到这个新的地方来工作，第一天刚上班，她单位就给我婆婆打电话说你女儿脑震荡进医院了。我小姑子这份新工作呢，她的 title 很好听，是一个什么什么福利院的执行督察，但实际上呢，就是看管一屋子这个智力缺陷人员。平时吧，这屋人也是就是挺静默的一屋人，可以控制得住。就最近可能是太热了，而且他们很多地方室内都没有风扇和空调，就燃起了他们内心的一股聒噪。然后这其中呢，就有一个病人是个拳击爱好者。我小姑进屋的时候呢，人家给介绍这是我们的新的工作人员，完这人就躲在了墙角后边，拿大拳击套等着呢。我可怜的小姑子刚进屋，还跟大家来了一个友好的开场白。大家被这该死的酷暑击中了吗？
结果转角遇到爱了，正往屋走呢，一个大拳击手套，梆一个电炮，当场晕厥了，直接送医院了，脑震荡。当初他选这工作的时候还跟我说找这工作呀就是图个清静，图个清静。然后啊，我都不白话你，当天下午同一天，我的大姑子溺水了。她这个溺水的原因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因为天热嘛。你知道那种儿童游泳池不？儿童游泳池充气儿的。我老公寻思天热，让我女儿玩玩水解解暑，就把这个充起气儿放院里了。那个水充满啊，就到咱膝盖以上，都没有东北澡堂子水深。然后呢，我的大姑子也觉得太热了，也上这里来泡着降温去了。泡觉得挺爽，还拿了一瓶冰镇啤酒。结果喝完这啤酒呢，过度放松了，在里头睡着了，睡就出溜进去了。然后我女儿跑院里一看，喊她爸说：“爸，你看我姑自己在那憋气儿，憋这么长时间，怎么吐泡呢？”然后我老公跑院里把她妹妹给拎出来了。好在我老公会溺水人员的现场营救啊，就是为什么呢？是说到这儿也是很神奇，就他以前打过一份工，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工。就他以前在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训练的场馆穿过马甲当救生员，当了6个月，都做出腰托了，没下过水。给奥运游泳冠军当这个泳池救生员，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工作。这个工作摸鱼容易，摸人难呢。那现在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能了，他就把他妹妹捞出来救过来了。然后我就听我婆婆给我讲这一天之内发生了多少抓马的事儿啊！但说实话，我怎么就很难由衷的表达我的慰问和关怀呢？我的真实感受就是，他们咋活得这么费劲呢？就是那话咋说的呢？我真的栓 Q。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你俩这遗嘱最后立没立呀？那你家擀面杖我可正经挺惦记的，别到时候因为争这个打起来。”我朋友说：“啊，那最后我们没立。我们后来想了，可能我们当时就想多了，死亡其实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我当时就想，看你怎么活吧，在你家忽远忽近这个事儿。”我这婆婆温迪自从来到中国就跟我说，从现在开始我给你带孩子，人这孩子带的绝了，早要打晚上看动画片不放下。大棒姐说：“妈，你去滚下去。”温迪就去管早打，结果自己也看进去了。大棒姐喊：“到点了，10分钟之内必须被窝。”早打说：“奶奶怎么办？”奶奶说：“什么怎么办？被窝里又不是没有 WiFi。”晚上熄灯了，大棒姐跑到早打那屋一看，被鼓个大包。大棒姐非常生气，把被咔家一掀：“你这个小……妈！”然后呢，就中国老人比较担心、比较焦虑的事儿，他也听不懂，还老帮倒忙。拿铁睡觉的时候吧，老爱吃手。我爸呢，就拿个榨汁机把苦瓜搅成汁儿，苦的嘛，涂到拿铁手上。温迪根本没懂我爸的目的，就说：“榨汁这个活，哥哥我也可以，放着我来。”然后晚上给拿铁榨的是芒果汁儿，拿铁本来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我爸都懵了，就这么大点孩子这么爱吃苦呢？然后晚上偷摸过来稽查拿铁好几回，温迪就不理解：“你干啥呢？人孩子都睡觉了。”我爸说：“我来稽查是因为他有这个恶习，他这个恶习必须改。”温迪说：“什么恶习呀？”我爸说：“吃手啊。”温迪说：“哎呀妈，我寻思多大事儿呢？他不就吃手吗？你不是吃蚊香呢？这还稽查人家呀？”我爸说：“那孩子第二天手啊都泡出褶子来了，那不行。”温迪说：“哎呀妈呀！你们东北老头一去澡堂一泡2、3个小时，出来那家脚丫都是棱子，铺地上都能减速带，你那个人家有褶子。哥哥你要放松，小孩睡觉非醒勿扰，小孩吃饭非饿不长，你若心大各自安好。”出去吃饭那更有意思，拿铁不是哄睡觉费劲吗？我这边拿手机放音乐放催眠曲，手机都快烧着了，人搁那叨叨咕咕就不睡。温迪说：“那就不要逼他睡了，起来嗨，走一起去烧烤店嗨。”温迪到了烧烤店，1秒钟进入 party 模式，给俩孩子一人发1坨面条1块玉米，自己就跟我爸喝上了。我爸跟他聊中国美食，聊了半小时，铁岭的还没聊完呢。我爸说：“那你也聊一聊这个加拿大美食。”温迪说：“我先干为敬。”我爸跟他聊中国古诗词，聊半小时，李白还没聊完呢。说：“那温迪你也聊一聊这个加拿大古典文学。”温迪：“我先干为敬。”我说：“爸呀，你聊点加拿大有的，你净整这个他插不上话的文化遗产，咔咔干，一会儿把这都喝成遗址了都。那俩孩子陪到12点半呢。我爸说杯中酒啊，喝完温迪就给续上。我爸说这个杯中酒啊，喝完温迪又给续上。温迪续完看向大家，大胖姐说没毛病，杯中酒就是杯中有酒，没毛病。早达说奶奶，杯中酒就是白白的意思。拿铁说反正每次跟温迪一起带孩子吧，其实就主打一个无忧无虑，他跟小孩一样。反正人民日报都说了，3、2、1睡饱法则，睡饱就行，乐呵就行。那天晚上我们祖孙3代12点多才撸完回家，全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半，连我爸都获得了一份久违的轻松。拿铁陪酒一整晚也不难受，穿的邦宝适1级邦是真打孔设计，吸湿排热，玩一天都是干爽不闷汗。黑金邦添加了真蚕丝，全包裹的，晚上咋睡都不漏。半夜12点多我们才回家嘛。我爸说明天早上早达还得学跳舞。温迪说哥哥放心，我在，就交给我。我们加拿大啥都没有，但是有人。说完就倒了。我爸说有人不多，又少一个。